爸，这个姐姐好亮啊！上车。这里是东海电台法治热线特别节目，我们节目组已经经过了2个半小时的飞机和1个小时的长途大巴，已经快到旅顺了。我们现在离谭大营的家乡越来越近了。我们现在想对谭大营说的是，我们马上就要见到你的父母，你是否想跟你父母说些什么呢？我们知道你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已经等待你2个星期了，我们可以再继续等下去，但是你的父母已经不能再等待了。大主持人，我发现个问题。什么问题？你说那个从东海跟我们一块上飞机的帅哥，怎么还在我们去旅顺的车上呀？帅哥？哪个帅哥呀？就那个，很帅、很阳光的那个。他好像是跳舞的吧？你说他去旅顺干什么呀？那你去问问他吧。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他。你认识他？我觉得吧，如果你没有男朋友，他你可以考虑一下。我有了。有了也没关系啊，可以再选择嘛，反正没有结婚。我好像真的见过他，就是想不起在哪儿见过。哎，他挺帅的哈。明天一早啊，我们就到谭大营的家乡。明天一整天都在他的家里，用情感催泪。现在是比韧劲儿的时候。按照他的说法，他是于萍萍的忠实听众，到时候他一定会守候在收音机旁。所以，我们一定能够成功。喂，找谁？你好，我找于萍萍。我是从东海打来的。你的，东海的电话。对不起。喂，哪位？
我在405房间，我等你。我的口号是：姐，把爱给我。啊，我知道了。这样吧，我回去打电话给你联络。回东海以后吧。好。今天就到这里吧，大家回去休息，明天早上6点出发。胆儿真大啊！那是因为我爱你。赶快带我跳一圈，脚都痒死了。你给谁打电话呢？你说，于萍萍不在房间，她能够去哪儿？哎，人家睡了，说不定把电话拔了呢。小姐您好，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从东海来的那个客人，他住在哪个房间？你们不都是从东海来的吗？请问你要查哪一位？他也是从东海来的，不过不是和我们一块儿的。请问客人贵姓？哦，对不起，不能查。就是那个高高的、很帅、很阳光的那个男孩。你想干什么呀？没事儿。对不起，不能查。喂，哎呀，你的粉丝想你了，睡了吗？你没事打什么电话呀？浪费。我们不是准备攒钱买房子的吗？可是我想你了。哎呀，行了，你替我省点钱吧啊，挂了。半夜3更不睡觉，怎么不开灯啊？没事儿，睡不着。还在想你那个道德热线呢。什么也没想。等于萍萍退居2线了，你的道德热线就开播了。用得了那么久？睡吧。
是我。偶像哈？你不是刚刚骂完我叫我省钱，你怎么自己打过来了？是不是不放心查岗呢？哎，你别废话了，听我说。我告诉你啊，我发现于萍萍有问题，一个很重大、很神秘，而且很致命的问题。你就不要吓我了好吗？你就省点钱吧，我们还要买房呢。再说，人家于萍萍这么好的女人，能有什么神秘、重大、致命的问题？好你个头啊！好你跟他搞破鞋啊，然后让我抓获，我就告到台里去，这样就能把于萍萍弄下来了，我就可以当上主持人了。偶像，你这么智慧的女人，怎么能说出这么不智慧的话来？我让你气死了！我告诉你，这个于萍萍她绝对有问题。有个男孩子，而且是个帅哥，25、26岁的样子。他今天从东海机场一直跟我们到旅顺，而且和我们住在一个宾馆。因为帅，所以我注意他了。你想红杏出墙，干什么向我汇报？你弱智啊！我这是在找于萍萍的软肋。唉，刚才我们开会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声音把电话打进了他的房间，正好是我接的电话。因为是个男的声音，所以我特别留了个心眼儿。这个于萍萍，表面上说没有事件，可是刚才我给他房间打电话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人接。我敢肯定，他是出去和那个帅哥约会了。男盗女娼嘛，表面上正人君子，背地里不知道干什么呢。不过也是，现在正流行搞什么姐弟恋，当然了，也不排除这个于萍萍在外面养了只鸭子。他即便这样做，那也很人性啊！你管人家干什么？你胳膊肘朝什么地方拐呢？想不想住上自己的房子了？我要是不这样拼命，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栏目？什么时候才能当上主持人？什么时候才能有更高的收入呀？行了，不和你说了，不浪费电话费了，挂了啊。哦，你等一下。怎么了？我忽然想起来，那个帅哥，好像就是给于萍萍买化妆品的那个。对了，就是他，我当时没有特别注意，肯定就是他了。我告诉你，你一定要慎重，不能乱来，这可是关系到人家于萍萍的名誉问题。如果没有这回事儿，你是要吃官司的。你看看那个花沈南，不就是已经被于萍萍起诉了吗？我知道了，你放心吧，我肯定会找到于萍萍软肋的。拜拜，挂了。各位听众，我们东海电台法治热线节目组已经来到了谭大营的家乡，我们马上就要采访谭大营的父母。大叔大妈，你们好，我们是从东海来的。我知道，谢谢你们对我儿子的关心。大妈，我们听说您病了，特意从旅顺请来了医生。我们没有钱上城里的医院看病，谢谢你们请来了医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谭大营，你现在听到了吗？医生正在为你的母亲检查，但是医生说，是因为感冒引起的发烧，问题不大。现在我们请你的母亲说几句。孩子，我这病不重，是心急，
向我儿说话。孩子，你看看人家电台同志对你多关心，这么远来到我家里，从市里专门请来了医生给我看病。你发了，我们都不怪你，我们没有把你管教好。电台的同志说的对，你现在向政府自首了。有一天，我们娘俩还能够见面。要是你不向政府自首，我和你爸爸一辈子都见不到你了。儿啊，妈妈想你呀。大英，就听你爸爸妈妈一句话吧啊！这么多的人都在等着你呢。这么晚，12点了，怎么还没有谭大营的消息啊？要是谭大营不出来自首，要是他自杀了，那我们这次特别节目不就失败了吗？哎，杨春雨，怎么乌鸦嘴呢？要相信于平平的魅力。有那么简单吗？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请你吃饭。不用了，我今天太累了。谭大营没有消息，大家心情都不好，干脆算了吧。你过来吧。我心情不好，想睡觉。姐，给我爱。你呀，还是不懂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这么爱你。要不，我去你那儿。我告诉你不行。我给你跳支舞吧。你怎么这么任性啊？你干什么呀？浪费电话费！我给你打电话是想告诉你，东海人都在收听你们的节目呢。那个杀人犯谭大营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我这里也一直在等待呢。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睡觉。你在干什么呢？这么鬼鬼祟祟的。我在蹲坑守候。在干什么？我在宾馆的走廊监视于平平呢。今天晚上就会有结果了，你等着吧。要真有这么回事儿，等回到东海，我就向台办公室匿名投诉，接着我的道德热线就会上马了。偶像，你不能这么自我诋毁啊！我一直崇拜你的思想，你这样让我很难受。你怎么把自己搞成一个小人了？你真是不懂事儿。我这样做是为了正义，为了社会。你想想，一个金牌的主持人，一方面在社会上拥有正义的面孔，一方面在私下里看着见不得阳光的事。我要是把这件事情戳穿，这不是为了维护正义吗？行了，挂了。谭大营自首了！谭大营自首了！
谭大林自首了！好了，谭大林自首了！我刚刚接到台里的电话，台里说，公安局已经通知台里谭大银自首了。公安局和台里的同志们还要给你和我们的栏目庆功啊！我们的法治热线现在是东海的王牌节目了。是，我看呢，同志们今天好好回去休息休息，明天放假一天，咱们把大连的风情、老虎滩呐、棒槌岛啊，都好好看一看，好不好？主持人，吃早饭了。起来了吗？你好，有事儿吗？您帮我敲一下门吧，他该吃早饭了。没人吧？你帮我打开看看吧。怎么才早上8点人就不见了？你知道吗？今天是我这些年来最开心的一天，因为谭大银终于自首了。我们又拯救了一个人的灵魂。你可真有爱心。在现在这个越来越充满物质意味的社会里，你还能把拯救他人灵魂这样的工作看得这么崇高，很不容易啊。干一件事情呢，就要干得最好，让所有人都心动。那我的心也动了。你心要是不动，你就死了。萍萍，我们什么时候结婚？你又来了。我有家了，我要承担教育我儿子的义务。但是我爱你啊。你很年轻，你不懂爱。我懂，我就是每天都想着你，我要永远爱你。我告诉你，我每天都在内疚，每天都在谴责我自己。为什么要内疚？为什么要谴责你自己？我觉得我背叛了我的丈夫，背叛了我的家庭。人就是这样矛盾的。你不爱我。这很难讲，很复杂。我爱，可是我身上还有很多责任，社会责任。但是你现在幸福吗？我现在很幸福啊，特别是今天。
我告诉你，我一直在机场找着那个年轻的帅哥，可惜没找到。唉，我知道这次让于平平逃过了，不过我不会放弃的。我在等待一个最好的机会，我肯定会成功的。我有个直感，今年我的道德热线一定会代替于萍萍的法治热线。同样，我也会代替于萍萍，成为东海最热门的主持人。来，大家喝一杯。我来喝一杯。谢谢。来，请。是，你吃吧。哎，谢谢啊，谢。哎，拿酒。来，请随意。谢谢啊，真替你高兴。这次啊，没想到谭大营第2天就自首了。我们打算1个星期到10天呢。还是于老师的节目有感染力。妈妈，你现在成了东海甚至全国的热点人物了，我们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都崇拜你呢。这都是大家的功劳。干一杯吧。随意啊，别客气。萍萍，我们的官司我已经准备好了，今日就要开庭了。葛律师，待会儿再谈这事儿。好。来，为了祝贺小军的妈妈胜利归来，咱们干一杯，好不好？好，来，干杯啊！来，谢谢大家啊。这次于老师主持的节目可真是惊心动魄呀，一下子就掀起了我们东海第一医院的一个收听高潮，许多病人都偷偷的把半导体带进病房了，嘿，我们医护人员都来不及收了。来，祝贺你啊！葛叔叔，怎么玩游戏呢？不，我在等人。等人？等什么人呢？我在 QQ 里等人。哦，原来你是在网上跟什么人聊天呢？对。跟谁聊天呢？能不能跟叔叔说一说，都聊什么呢？没有什么，一个比我大3岁的姐姐。是吗？她不在网，而且也没有给我留言。小军，你太小，最好别上网。我爸爸妈妈平常都很忙，有时候我很孤独，我希望有朋友。芙蓉妹妹，这个名字挺好听啊。网上现在有个芙蓉姐姐很有名啊，你又交上个芙蓉妹妹的女朋友，我不高兴。怎么了？芙蓉妹妹她不和我进行语音聊天，我想听听她的声音。本来我还想和她视频，可她连语音都不愿意。小军，这网上可什么人都有啊。我相信她一定是个美丽的姐姐。好，就是不要耽误学习，啊。小军又上网了。孩子上网早好，可以掌握现代科学和大量的信息。因为我们现在的时代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掌握信息的人将成为成功的人。美国人为什么现代化程度高呢？就是因为他们的电脑教育是从儿童时代抓起的，从幼儿园开始，他们就会操作电脑。
但是我刚才跟小军说，上网太多，会影响学习的。所以啊，我们夫妻严格的说是不反对小军上网的。开放管理要比禁止管理好。如果我们不让他上网，说不定还偷着去网吧呢。对。小军，你已经加了这么多好友了。芙蓉妹妹，芙蓉妹妹是什么人啊？妈妈，她比我大3岁，我们常常互相交流学习的经验呢。而且芙蓉妹妹她可关心我了，我通过芙蓉妹妹长了很多社会知识。葛律师，刚才你说法院马上就要开庭了，其实我一直不想打这个官司，因为我现在是媒体注意的对象，我一直不想成为别人注意的焦点。平平，你一定要打这场官司，因为这不仅仅是你个人的事情，是更多妇女同志遇到的问题。像你这样遇到骚扰现象，在全国是很普遍的。打成了，对保护妇女的权益、健全中国的法治，有着很重要的意义的。你一定要站在这个高度上，来理解、来看待这场官司的意义。如君，你说这官司我必须得打吗？我同意葛律师的看法。葛律师说的非常准确，非常好。对这样的骚扰者呀，我们是不能心慈手软的。那好。可是我希望我不要出庭，一切由葛律师来代理。从法律上讲，你不出庭可以，但是我希望你站在法庭上，让人们看到一个受害者，同时也是一个反抗者，和一个坚决捍卫女性权益的勇敢者。葛律师说的很好，你要打，就必须出庭。那好吧，我出庭。平平，你看清楚了，是不是这个男人？奇怪，他居然敢出庭！这是法律对他的震慑。我已经通知他家属，根据现在的法律解释，他最少要判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如果他认罪伏法的话，法庭会从宽处理他。东海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厅关于于萍萍诉花市男骚扰一案现在开庭。现在由原告代理人宣读原告于萍萍自诉书。尊敬的法官，我是于萍萍一案的律师葛建斌，现在由我来宣读原告于萍萍的自诉书。于萍萍是东海电台法治热线的主持人。今年7月以来，被告花舍男一直给于萍萍送玫瑰花。最初，于萍萍是以为哪个热心的听众，就没有在意。在于萍萍第4次接到玫瑰花后，于萍萍发现玫瑰花里夹有纸条，纸条上写着“爱你、想你、思念你”。引起了我委托人于萍萍的警觉，从此于萍萍拒绝了被告花舍男的玫瑰，但是被告花舍男仍然没有放弃送玫瑰花的这一行为。后来，于萍萍经过单位同志
婉转地转达了于萍萍拒绝她玫瑰花的意思，但是被告花舍男仍然执迷不悟，继续送玫瑰花。甚至有一次，于萍萍从电台开车出来，花舍男追逐着于萍萍的车，把玫瑰花摔到了于萍萍车窗玻璃上。今年的8月份以来，被告花舍男更加变本加厉，他居然大胆地找到了于萍萍家小区附近的一个修锁的人，借口是他忘带了钥匙，配了我委托人家于萍萍的大门钥匙，并且2次闯入于萍萍的家里，对于萍萍进行骚扰。还有未查证的几件事件，就是在今年的8月17日和8月25日，我的委托人于萍萍家里出现了2次异常事件。第一次出现了30条菜蛇，第二次于萍萍家的卫生间里的浴缸里出现了40几只老鼠。据我们的初步调查，被告花舍男曾经借口租住于萍萍楼上的一套空房，而实地去考察过，所以我们有权利怀疑我的委托人于萍萍家里出现的这另外的2件异常事件是被告花舍男所为。综上所述，自从被告花舍男骚扰我委托人于萍萍以来，我的委托人于萍萍已遭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我的委托人于萍萍的家庭生活和正常的工作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因此，我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被告花舍男自诉。现在，我要求法庭制止，并且根据有关法律来惩处被告花舍男这种侵犯他人隐私、对他人进行骚扰纠缠的行为。自诉人于萍萍，代理人葛建斌，2006年9月11日。下面进入法庭调查阶段。花舍男，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骚扰于萍萍女士？我是她的听众，我喜欢她、迷恋她是正常的。她是个有影响的公众人物，因为她是公众人物，属于社会，怎么了？属于社会，你就可以随便骚扰吗？你为什么要配他们家钥匙？因为我想见到她呀。你这是多么无耻的行为！你想见到某人，你就可以配别人家的钥匙吗？你知不知道，公众人物也跟普通人一样，享有着自己的隐私权。你知不知道私配他人的房屋钥匙，这是对一个公民合法居住权的侵犯？被告花舍男，你私配我委托人家的钥匙，到我委托人家，你都干了些什么？据我委托人说，你摸过他的身体，你干过没有？被告花舍男，我的委托人于萍萍家出现过2次异常事件，蛇和老鼠的出现，是不是你所为？只要你敢承认，法庭会从宽处理。你不承认？好，我有证人。审判长，我已经没有疑问了。现在我以原告律师的身份，请求法庭传讯有关证人，以证明被告花舍男的不法行为。同意原告请求。现在传1号证人。就是这个人，他曾经多次到我们东海电台送玫瑰花，说是送给于萍萍女士的。我们保安多次阻止他，可是他还继续送。就是这个人，他曾经送玫瑰花给我们单位的于萍萍女士，并且纠缠于萍萍。我们拦住了他，并问过他是哪个单位的。是他，就是他。半个月前那一天呢，他到我修锁摊位上找我，他说忘带钥匙了，叫我替他开锁。我当时就回绝他了。我问他：“你有证件吗？”他说忘带了。他又说多给我加钱。当时我脑袋发昏了，我就给他开了锁了。确实我不知道开的锁是不是他家的。以往
来找我修锁的，都是贵籍人，这我也有问题。工商部门也把我的营业执照也给吊销了。审判长，我是东海金城房屋中介的法律顾问，我叫王宝华。因我公司职员张小娥已调往外省，不能出庭作证，公司特指定我出庭作证。1个月以前的一天，被告花沈南说要承租东海第一医院的家属小区的房子。我公司职员张小娥带他去看了房子，他看好房子以后，突然间提出因结构和维修费用的问题，拒绝了我们这套房子。10天内，楼下的住户就发生了蛇和老鼠的事件，租户就收回了我们的委托及房屋门的钥匙。这是张小娥的书面证明。尊敬的法官，尊敬的陪审员，这么多年，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我们国家的经济在腾飞，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的提高了，但是也出现了一些与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文明程度十分不相称的行为。大量的性骚扰的出现，大量黄色短信出现，大量的纠缠他人行为的出现，都严重的影响到了我们社会的安定团结。所以，在这里，于萍萍女士自诉被告花舍男骚扰一案的开庭，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一件事情。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法律在向被凌辱者、被纠缠者、被骚扰者伸出正义之手。在这里，我代表原告向法庭表示感谢。我最后的话是，通过法庭调查，大量的事实无可争辩地证明了，被告花舍男侵犯他人隐私、纠缠他人，行为十分恶劣，社会影响极坏。为了严肃社会法纪，为了保障更多妇女和他人的隐私，为了使我们的社会有个安定团结的气氛，我建议法庭依法从重从严惩处被告花舍男这种不法行为，给这类不法行为一个警示。注定，注意法庭纪律。我的话说完了。现在休庭，法庭将择日宣判。